我就觉得有些人你是特别有意思啊，每天处理你们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觉得很无语，很想笑啊。上午有个女孩子来找我啊，又哭又闹的啊，说不公平。她是前年来找对象，那个时候27、8岁啊，老家是外地农村的啊，有个弟弟和妹妹，好不容易啊考公上了岸，当了公务员，工作圈子里没有合适的啊，这平常又比较宅啊，就来找我了。那个时候我记得她想找的是有车有房、家庭条件好的，也是在体制上班的男士啊。但因为这个女孩子啊，她比较矮又有点胖啊，就不太好找。给她看了好多这体制内的这个小伙子，但是小伙子大多数啊也是看脸嘛，他的身高啊、身材还有家是农村这一块不太愿意。我让女孩子稍微放低一点要求啊，这年龄大一点啊，个子啊不算高的男士啊，他也可以综合考虑一下嘛。好不容易啊，去年相上一个男士啊，硕士学历有车有房，在医院上班，29岁啊，个子也不太高，人找对象也没啥要求，就想着人好就行。哎呀，这两人见了面啊，互相都觉得挺合适，去年初啊就谈恋爱。这谈了1年了啊，这不两人年龄都大了，双方父母就催着赶紧见个面吧，把婚事给定定。上个月呢是见了父母啊，互相啊都算是满意，人父母啊也没有过多的去干涉。见完面回家之后啊，这个月初啊，女方就提出了订婚的要求，说父母的意思就是彩礼要30万，说按规矩走。当然呢，这钱人家要的是有理有据啊，说男方的年薪啊是30万，那自己啊跟你是要生活一辈子的，我要1年的工资啊，这事啊他也不为过。人男方父母一听不愿意啊，哎呀，这本身啊就对女方父母是农村的，是多少是有意见的。其次啊，男方人家这边的彩礼啊，那都是3万6万走个过场，最多啊要不过10万的。如果给了你30万，那家里亲都会看笑话的呀。于是呀，这两人就卡在了这个彩礼上面去了啊。女方也放话了，说彩礼啊会原封不动的带回来。男士这一听啊，想着呀，为了顾全两个人的面子啊，为了大局考虑啊，就跟女孩子提出了要借她15万，说父母都是拿着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，没有多少存款，自己又是医学生，这毕业也就2、3年，这钱呢都买房了也没有了，可以啊先借女方的，等婚后人彩礼带回来再还给女方就行。哎呀，人家姑娘听了不愿意啊，说你跟我借这个钱，那不就是我自己娶我自己了，说什么也不愿意。男生后面又说啊，你看你非要这30万，我只能借钱，要么就把家里准备装修买家电的钱拿出来，女方来装修买家电他也可以。女方一听啊，还是不愿意，觉得男方是娶老婆的，你都这么斤斤计较啊，讨价还价，压根儿就不看重他。两人就因为这事啊杠了大半个月。前些日子男生就问这姑娘，家里商议着要拿出18万娶你，不用你陪嫁了，你能不能嫁？女方一听啊，坚决不让，说自己啊不是不愿意啊，也不是想去逼男方，而是啊想知道自己究竟在男方的心里啊这分量到底有多重。如果真的愿意娶她，借钱也会啊；不愿意娶啊，那只会讨价还价了。好了，人男士一听啊，这不心寒了，跟家里父母一说啊，人全家啊都开始反对这门婚事啊。男士又提出分手，这姑娘一开始以为啊男士故意生气说的气话，结果1个周没搭理他，急了，打电话给男士啊。男方的意思是啊，已经决定分手，不想在一起了。前天啊，这姑娘就主动给男士道歉，意思啊是之前考虑不周，彩礼只是为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啊。两个人既然谈了这么久都有感情了，那自己也30岁了，再不结婚他也找不着条件好的呀。男士这边的态度啊，人家就一直很坚决，说家里没钱，而且这2个月又因为这个事情啊，全家吵都很累，还是要分。这个时候啊，女方就主动降价，说10万也可以啊，咱们走个过场吧。男士还是不同意，说不想再谈了，分了吧。接着就是啊，这姑娘呀来找我哭啊，闹这一场。她哭完呢，还问我自己还能找什么样的。我说啊，反正这择偶要求还得降低，学历啊、工作就别卡那么高了，年龄稍微大一点也可以。如果有2婚条件好的，那酌情啊考虑一下。她听完就跟我哭啊，说什么都让我去挽回这个男士，我也去帮他挽回了。人男士啊说的也很明确，自己想找的伴侣啊，首先是要体谅他的。如果你这么逼我，我永远都不会娶的。后来呢，这姑娘就哭了好一会儿才走啊。所以啊，我经常劝一些女孩子们，你一定要聪明一点，凡事往长远去看，不要总是算计你那点蝇头小利，车多贵房多大彩礼多少的，你算计多了呀，很容易啊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你哭都没地儿的。看见他没？哎，我招兵买马来了个眼睛大的看门啊，以后这种没数的啊就自己认栽，你别来找我。哎呀呀，麻烦现在的闺蜜啊，你都对得起闺蜜这个称号吧？你们不是劝离婚就是劝分手，你真的是人家好朋友吗？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闺蜜闪婚啊，她劝人家冷静，结果呢人家把她给拉黑了。她今年35岁啊，未婚，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，38岁了也未婚，是一名会计。这5·1啊出去旅游认识了一位30岁的男士，就小了8岁嘛，工程师啊，两人认识了3天确认关系，谈了1个周就开始同居嘛。
这个月呢，人闺蜜就跟她说，哎，两人领证了。听得她是一愣一愣啊，觉得不可思议。她就劝着闺蜜啊，一定要冷静的想清楚。哎，这闪婚的结果呀，它就是闪离。人闺蜜说自己已经领证了啊，不可能离婚的。说这个闪婚呢，她也不一定会不幸福呀。哎呀，她就脑子缺根弦，给人举例子。哎呀，谁啊，闪婚不久就离婚了。听得这闺蜜也挺上火的，回去就给她拉黑了，说两人以后不再是朋友，不再联系，把这姑娘给气的啊，好心没好报啊，不听劝早晚黄。听完，哎呦我去啊，有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啊，这话没毛病。那结了婚的老爷们儿啊，有关注我的，你们想想自己周边有没有这类闺蜜的经验啊？我就不多讲了。这种闺蜜真的是有毒啊，打着为你好的名义，处处看你热闹。人家都38岁了，这个年纪能遇到个头婚还小了8岁的，你管人是不是真爱？反正人家就是比你命好。人都领证了，你还去说人家坏话，给人拆台，你咋就那么膈应人呢？咋的？就得找个差不多年龄的啊，离婚拖家带口的，你就觉得舒服了呗？还是拖到40岁没嫁出去，你作为闺蜜你就开心了是吧？她跟我解释说呀，闪婚太快了，没了解一个人就结婚啊，这婚姻肯定不靠谱。哎呀，可拉倒吧啊！婚姻靠不靠谱，它不是时间问题，那是人的问题。有多少3天也领证的，过的人家也很幸福呀？有多少3年领证的，照样有很多过得一地鸡毛的。有些闺蜜你们要听清楚啊，这人教人呢教不会，事儿教人呢一遍就会。她过得幸不幸福，自然有这件事情来给她结果教她，你就少管了。人家就算撞了南墙不回头，也跟你没有关系。她说我不放心，哎呀，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啊，我不希望这个闺蜜跳火坑。我听着就觉得忒假了吧？你啥心思你自己琢磨。好的闺蜜啊，也没你这样的。你替人家想想，以她这个条件，在相亲市场上都没有多少头婚能够要的了。拜托呀，38岁了，说点现实的，同龄离婚的男人，但凡条件好一点的，都想找个30岁的。你闺蜜是不会变老，还是家大业大能躺平3代的？就这年纪能遇到个小8岁的小伙子，哎，个子高，长得还帅啊，不嫌弃他年龄大，还愿意跟他领证的，你问问多少男人敢这么做的？人小伙子相亲市场是缺人吗？那张爱玲说过那啥啊？我忘了，反正人这种爱情，显得你搁这中间当好人了啊。人俩人都领证了啊，搁这喜事跟你说呢，你怎么就那么丧么人啊？闪婚还得离的。这姑娘听了就开始说啊，这男人这不好那不好啊，又是长得丑，又是家里条件差的啊。哎呀，听得我都很烦。就算他过得不好，那狗血剧情啊，那被出轨了，被嫌弃了等等，那是他自己的决定。你担心呢，我理解是出于情分，但是你别逾越你们的关系。他是38岁，不是18岁，也不是88岁了。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，他要做什么样的选择，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他不是没有权衡利弊过的。你怎么就敢说人家遇到这个就不会幸福啊？婚姻啊是2个人之间的事情，过得好的话，别人可能会知道为什么，但过得不好，旁观者也未必清楚的。所以啊，奉劝那些老婆嘴啊，安分守己一点，多管管自己，别到时候手伸的那么长。更何况你闺蜜是满心欢喜的跟你分享结婚喜悦的，希望得到祝福的，这个时候聪明点，送上自己的祝福，她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陪伴，不是你掺和一脚啊，弄得你自己也里外不是人的。哎呀，我就烦这种人，烦死了。老阿姨，我从事这么多年的婚恋行业啊，今天一次性给你们唠明白啊，相亲圈里是有些默认的规定的，不会相亲的好好看啊，以后呢我不会再讲了。哎，长话短说，咱们来好好听。相亲1个月还搞不定对方的呀，这1年啊你也搞不定了啊，该下一个就抓紧下一个，不排除真的慢热，但是最多不要超过2个月。俩人刚开始加微信啊，这个聊天不宜过长，2到3天最多，抓紧见面。见面之后呢，对方对你如果爱答不理，哎，聊天呢也不热情，基本呢那就凉凉了，人家就是不喜欢你，不用猜啊。没见面之前的聊天啊，聊得越好越没有用，你喊宝贝都没有用，早点约出来见面啊，看对方是否会因为你的长相和感觉啊，把你给 pass 掉了。相亲啊，不要傻呵呵的去问人家，哎呀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你对我感觉怎么样啊？对方喜不喜欢你？多问问自己，你和他约会了几次？他给你回复信息的速度，见面呢是否让你牵手？身体啊比语言更加诚实的。相亲啊，尽量少说话，多听听。哎，对方说什么你认可尊重就可以了，千万别反驳啊。男人呢一定要避免夸夸其谈，一味的去夸赞自己，对吧？要尽量的含蓄低调。女人呢尽量去避免一上来就问男人，哎，你家有车有房没有？这些物质条件。男人要礼貌举止得体，女人要懂得给男人面子。相亲见面呀，这个洒脱自然一点，不要去想那些结果，越紧张越客气，这事就越慌。结果无所谓，不成啊，咱就下一位嘛。相亲对象如果长相经济条件都比较好，但是超过30多岁了还是未婚的，
一般呢都是比较挑剔，是有原因的啊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实际条件和他们在一个水平的对象啊，往往入不了他们的眼。男人呢，你如果条件在中等偏上，给你个建议啊，最好是选择长相过得去，但是头脑要清楚，言谈得体，有礼貌，情商较高的女人，不要只看脸了。女人呢说的没感觉啊，不是你为人不好，而是你外表长相、经济实力、社会地位、文化程度和社交能力啊，各项指标都不咋地。女人呢也是看脸的啊，而且比你想象当中呢还要重要，基本都是属于看颜值的。尽量让自己的颜值啊最大化，提升自己的衣品。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，它真的可以决定90%的成功率。男人身上一定要香一香，可以增加很多的好感，男人魅力值。我给你们推荐一款淡香水型的赫恩冷水沐浴露啊，薄荷加冰块，还掺杂着蓝风铃的花香，那女人心中的这个理想初恋白月光啊，就这味道。相亲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你坐在女生对面，身上还有着薄荷和蓝风铃的清香香味啊，随着体温散发呀，哎呀，那种若隐若现的味道，直接就可以把女生给拿捏的死死的。特别是在点餐的时候啊，拿着菜单呀给她看，或者是拉近一点距离啊，看吃哪一个的时候，这清香能够让对方的荷尔蒙直接冲头啊，好感度不唰的一下就起来了吗？姑娘整天要求的阳光少年啊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好感度直接拉满。气味好闻呢，桃花运才会更旺啊。男生后背不是很容易长螨虫痘这些吗？这款沐浴露啊，它的清洁效果是有权威认证的，一瓶直接满足男生对清洁、除味和除香的3大需求。用上这个不仅能加快荷尔蒙的散发，在相亲市场上还更受欢迎，还能让你的皮肤呀更加顺滑。他家呢还有舞者和极地2款。舞者呢是花果香，会让人很容易的联想到活力、爱笑、性格很好的男性啊。极地这一款呢是淡淡的古龙香，一闻呢你就知道是成熟男人的魅力。如果相亲啊，我是建议你啊，冷水香和古龙香一起入手，不同场合你都能用得上，也可以啊替换使用。每一次见面啊都有不同的小惊喜，优惠券啊给你放在评论区了，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下手，然后约会或者相亲的时候啊洗一洗啊再出去。男女最佳的结婚年龄啊，基本都是在25到30岁，城市越偏远啊，结婚年龄都会越早。无论男女，如果你经济实力和长相一般，年纪大了都会很难找对象的。所以相亲趁早不趁晚啊，不要对自己的车房收入啊遮遮掩掩。相亲市场上不要去考验对方，有车有房就明说，年收入可以保守一点，但是不要相差太大。明码标价是相亲市场上的操守。不要让对方知道你是长期频繁去相亲，甚至相亲过很多次，这就意味着你的价值是比较低的。相亲市场呢拼的是心态，本质上呢是在比谁的短板少。相亲市场上的顶层都是一些事业有成的大叔和养眼的年轻姑娘，其他人呢多少都是有着自己的短板。入场之前先给自己打个评分，然后呢心态放平，做好随时被嫌弃的心理准备。最后送大家一句啊，这个市场上面爱而不得是常态，不要总是因为失败而难过，大家都一样的。